中美新冷战已经打响，决力场并不在台海，国防专家指出重点所在。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近些年，拜登政府看到中国的快速崛起，就把中国视作洪水猛兽，不断向中国施加各方面的压力，目的就是想要稳固霸权地位。特别是进入2023年后，美国军方频繁在中国周边开启军演，甚至是派遣战舰、航母等军事力量闯入中国海域，给中国的国防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与此同时，美方还逼迫盟友们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要求盟友们尽快与中国划清界限，并且跟随美国的脚步，共同走上对抗中国的道路。美方这样的做法其实大家都不陌生啊，与当年美苏冷战之前呢，可以说是如出一辙。所以全世界大量专家就是认为，美国其实已经对中国开启了新冷战。中方也多次强调，美国寻求新冷战的方式只会让全世界陷入巨大的风险当中。近期拜登政府频繁拿台海问题做文章，并且呢还派出了25个军火商窜访台湾地区，秘密会见台湾当局，企图贩卖大量武器装备给台军，以达到以台制华的目的。甚至美国军方还喊出口号，如果中国敢使用武力解决台海问题，那美国军队将会保卫台湾。所以导致大量的分析人士认为，中美会在台海地区激烈交锋。但是在我们看来，台海并不是中美真正的决力场。为什么呢？首先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中国国防力量的不断壮大，解放军已经拥有了3艘航母，很快就可以同时出动3航母编队，更不要说中国海军的舰队数量已经超越了美国，而且中国还拥有美国都未能熟悉掌握的高超音速武器。如果美方执意要在台海地区对中国发起挑战，以解放军现在的实力，想要见招拆招其实并不困难。而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还可以把美国部署在亚太的重要军事力量当成靶子。相信美国军方也非常明白，在台海乃至亚太对中国发起挑战，这样的买卖其实不划算，而且当年美国也不是靠这种武力的方式让苏联落败的。我国有一位国防专家就画出了重点，他认为如果中美竞争是一场新冷战，那么最主要的战场其实在欧洲。为什么说这位国防专家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值得重视的一点就是欧盟具备着与中美一样的经济体量，中美谁能获得更多欧洲国家的支持，那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会更加迅速的发展，胜利天平的砝码也会向这个国家来倾斜。其次，欧洲一直在寻求战略自主，并且准备斥巨资组建属于欧洲的军队。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喊出了脱离北约、重铸欧洲荣光的口号。虽然还是遭受了诸多的阻力，一旦这股军事力量组建成功，那么全球就将出现一个比中美毫不逊色的军事力量，这对任何形式的交锋都会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其实在与欧洲的合作关系上面呢，中美并不存在多大的差距，而且已经有不少的欧洲国家开始认为美国是欧洲战略自主的绊脚石，只要中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帮助欧洲走出美国对它的军事掌控，真正走向独立自主，相信大量的欧洲国家会对中国感恩戴德的。所以近期呢，我们能够看到有大量的欧洲国家领导人访问中国，并且积极寻求与中国加深合作，这就说明了欧洲国家他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当然，美国毕竟掌控欧洲多年，对许多欧洲国家进行了深入的渗透，所以有不少欧盟官员呢是坚定了亲美派，这也是美国独特的优势。但是全世界已经进入了多极化的时代，非此即彼的选择也逐渐被全世界淘汰。相信欧洲必定能完成战略自主的路程，所以中国现在做出的投资并不会亏本，而美国继续用这种霸权的方式掌控欧洲，今后必然会受到最凶猛的反噬。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